王一博48小时连登3大热榜，全网应援竟不是冲冠，而是平安喜乐，谁能想到啊？内娱顶流王一博在短短48小时里，居然一口气把时尚、主流、体育这3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圈层热榜全给扫了个遍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全网刷屏的应援语压根不是什么哥哥冲压必须拿第一，而是一句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平安喜乐。说实话，刚看到热搜那会儿，我也愣了一下。在如今这个流量至上、数据说话的内娱环境里，这种反套路的应援简直是一股清流。但仔细琢磨，这背后折射出的早就不是简单的粉丝狂欢，而是一场关于偶像价值、粉丝心态乃至整个娱乐圈生态的悄然蜕变。在我看来，当一个顶流的讨论焦点从赢转向安，恰恰说明大众对明星的审视标准已经从浮于表面的热闹，沉淀到了对生命与职业本身的尊重。咱们今天不妨就顺着这48小时的轨迹，好好聊聊这事儿。先给你们捋捋这波热度到底有多离谱。4月15号中午12点整，停刊整整1年半的《智足 GQ 2026年4月刊》正式开售。王一博作为副刊首封人物登场，限量5万册。你猜多久售罄？整整37秒，直接刷新了该杂志副刊后的最快销售记录。这还没完，他这次拿下了 GQ 创刊以来首个单人拉页3封面的待遇，全套 Chanel 2026春夏系列加持。高空钢架上的清冷疏离，迎风张臂的少年张力，每一帧都拿捏得死死的。说实话，时尚圈向来是个看脸、看咖位、看商业价值的修罗场，能在这种高压环境下拿到顶配资源，并迅速转化为实打实的销量，靠的从来不是运气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真正的商业号召力不是品牌方砸钱硬捧出来的，而是艺人自身气质与产品调性高度契合后，市场给出的自然反馈。王一博这37秒的奇迹，恰恰是多年积累的个人辨识度与时尚表现力的一次集中爆发。但说实话，真正戳中我的不是那些精修大片，而是拍摄花絮里的2个小细节。现场风大的离谱，道具吹得东倒西歪，他二话没说就上前帮工作人员扶稳。拍摄一结束，他对着全场所有人深深鞠了一个快贴到膝盖的90度躬。在这个人人争番位、抢 C 位，生怕镜头少给1秒的圈子里，能弯得下腰、俯得下身的人，反而走得更稳。在我看来，专业素养从来不是镜头前的完美无瑕，而是镜头外的克制与体面。时尚圈追捧他，图的或许从来不只是那张脸，而是那份把热爱当回事、把团队当伙伴的踏实劲儿。当聚光灯打在身上时，有人选择摆架子，有人选择递台阶，后者往往能在行业的长跑里笑到最后。时尚圈的狂欢还没散场，4月16号，2个更重磅的消息直接把热度推向了另一个维度。第一个，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正式发文，将王一博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纳入国家安全主题推介影片。公告里写得明明白白，影片聚焦空军试飞员群体，展现了他们为守护蓝天、试飞尖端战机不惜一切的热血信仰。王一博饰演的试飞员雷雨，这次算是实打实的拿到了主流层面的官方认证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份公告时，我心里挺感慨的。前几年，总有人给他贴流量小生只会耍帅的标签，可人家硬是用一部又一部作品，把质疑声踩成了垫脚石。我个人始终认为，演员的终极价值不在于热搜上了几次，而在于你能否在荧幕上留下有筋骨、有温度的角色。主流视野的认可，从来不是流量的附属品，而是实力与态度水到渠成的回响。长空之王能入选国家推介片，绝不只是因为主演有热度，更是因为作品本身传递的家国情怀与职业敬畏感经得起推敲。影片把试飞员刀尖上起舞的日常搬上大银幕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让人看得眼眶发热。王一博在片中的表演，褪去了偶像剧里的悬浮感，多了几分沉下来的力量。咱们不妨细想，当一部主旋律作品愿意选择顶流演员，说明创作者看重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粉丝基数，而是演员能否扛住复杂角色的塑造压力，能否把宏大叙事落到具体的人性刻画上。在我看来，这种从流量逻辑向作品逻辑的靠拢，恰恰是内娱影视工业化走向成熟的标志。王一博这一步走得稳，也走得正。同一天，第2个王炸也紧跟着来了。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发布了2026赛季官方大合影，王一博那辆标志性的85号赛车，霸气稳稳占据头排 C 位，瞬间点燃了全网赛车迷和粉丝的热情。说到赛车，我必须得提一嘴之前的舆论风波。当年多少人指着鼻子骂他，说他不过是去赛车圈蹭热度玩票作秀，
甚至阴阳怪气的嘲讽他去赛道只是为了拍几张帅照圈钱。结果呢？人家直接用硬邦邦的数据把质疑声堵了回去。说实话，竞技体育是最不讲情面的，赛道不会因为你粉丝多就让你快 0.1 秒，计时器也不会因为你热搜高就给你开后门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敢于跨界并深耕一项高风险运动，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自律。王一博用实际表现告诉外界，他不是来娱乐圈玩票的，他是真真切切的把赛道当成了另一个主场刚结束的季前测试里。王一博跑出了2分02秒332的最快圈速，比个人最好成绩整整提升了近1秒。那些曾经跳得最欢的黑子，瞬间集体闭麦，连之前骂得最凶的评论都偷偷删了。但最让我意外的，还不是成绩本身，而是他面对这项运动时的敬畏之心。赛事官方放出的训练视频里，他上车前第一件事从来不是摆造型，而是反反复复检查安全带，头盔卡扣了又扣，确认3遍才肯坐进驾驶舱。咱们不妨细品，1秒的提升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肌肉记忆训练，是对极限的反复试探，更是对生命的极度负责。在我看来，热爱和玩命是两码事。真正的职业态度是把风险降到最低，把状态调到最好，然后坦然接受赛场上的每一次输赢。这份清醒比任何奖杯都来的珍贵，成绩也好，热度也罢，最让我触动的其实是这次3大事件发酵全程中各大社交平台评论区的画风。没有铺天盖地的控评，没有鸡飞狗跳的数据 battle， 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王一博平安喜乐，赛道平安健康快乐就好。有个粉丝的留言，我反复看了好几遍，鼻子直发酸。他说，比起他拿多少冠军，登多少封面，我们更盼着他每次训练都能平安，每次比赛都能顺顺利利的回家。说实话，这种温柔的应援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它是这48小时里一个又一个细节慢慢堆砌出来的。我个人越来越觉得，粉丝心态的成熟，往往是从希望他无所不能转向接受他只是个会累、会怕、会受伤的普通人开始的。当追星不再是把偶像供上神坛求庇佑，而是平视着盼他吃好睡好、平安顺遂，这种情感才真正有了落地生根的力量。平安喜乐这4个字，如今早已不只是粉丝对王一博的个人期许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内娱从喧嚣走向沉淀的必经之路。GQ 深度访谈里，他亲口说，无论拍戏还是赛车，我最在意的永远是安全。工作室花絮里，他看到地上散落的电线，立刻拉住工作人员提醒小心脚下，别绊倒。这些细碎的瞬间，拼凑出一个真实、立体、有血有肉的青年形象。在我看来，最好的双向奔赴，从来不是粉丝砸钱造势，偶像回馈资源，而是彼此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认真生活，然后在交汇时互相道一句保重。当流量不再等于冰冷的数据，当关注点回归到艺人本身的健康与快乐，这种基于尊重与理解的情感连结，才是一个顶流能够长久立足的真正底气。从过去拼了命刷数据、比销量、控口碑，到如今只盼着他平安喜乐，王一博粉丝群体的这种转变，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粉圈范畴。咱们不妨往深了看，这恰恰是内娱粉丝文化一次难得的正向升级。流量时代早期，大家习惯了用数字衡量一切，仿佛热度越高，人就越有价值。可如今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，艺人首先是人，其次才是公众人物。健康、快乐、可持续的职业生涯，远比昙花一现的热搜来得珍贵。我个人一直坚信，一个健康的娱乐圈生态，不该是粉丝与路人互相攻击的修罗场，也不该是资本用数据绑架艺名的流水线，而应该是尊重专业、包容个性，回归作品本身的良性循环。王一博用影视、时尚、体育多领域的实打实成绩，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替代性，粉丝则用最理性、最克制的祝福，传递着温暖的陪伴。这种不喧哗、自有声的同行，才是一个行业走向成熟的最好注脚。平安喜乐这4个字，看似轻飘飘，却承载着一场时代情绪的微调。你发现没？当一个人足够专注、足够踏实，连命运都会悄悄为他让路；而当一群粉丝足够清醒、足够温柔，连整个圈层都会跟着学会如何体面地爱一个人。顶流的意义，从来不是制造短暂的狂欢，而是用长期的稳定输出，带动整个行业风气的向好。在我看来，内娱的浮躁之气，终会在一次次理性回归与作品沉淀中慢慢散去，留下的会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与事。